这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懒的国家，全国人每天搁家不是吃就是睡，工作那是一点儿都做不了，净想着不劳而获。为了能继续过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连独立都不独立了，哪怕把联合国都请来了，他就是不走，非得赖在新西兰身上。关键新西兰还没办法拒绝，只能每年花大钱养着这个祖宗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托克劳群岛简称托克劳，位于太平洋中南部。整个群岛呢由3个珊瑚岛组成，面积不大，只有12.2平方公里，人口也很少，只有1466人。托克劳穷啊，人均 GDP 只有1000美元出头。不过作为一个小岛国，要地没地，要资源又没资源呢，想种地、挖矿啥的根本做不到。你说穷点也属实正常。但问题是托克劳是没有矿产资源，但因为是岛国，附近海域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。而且再说了，全国才1400多人，稍微出海去捕鱼啥的，不说成为大富豪，但步入小康生活呢，肯定简简单单。可结果呢，守着这么大个宝藏，就因为懒根本不用。当然自己不捕鱼，可以把这片海域租给别人呢。看着别人捕鱼赚的是盆满钵满，托克劳也不生气，每天就喜滋滋的拿了一点出租费，还觉得自己倍儿聪明，不用出去干活就能赚到钱，真是太酷了。他们也就偶尔捕点小鱼小虾当做今天的食物，而他们做起饭来呢也是简单粗暴，直接就把鱼洗干净往锅里这么一放，什么调料都懒得加，熟了就吃，好吃不好吃也不在乎，能吃饱就行。一个国家全体国民个个都是纠结懒癌晚期，明明有资源，偏偏要做个好吃懒做的人。不是，他是哪来的底气，能让他这么摆烂下去？就不怕哪天饿死吗？当然是不怕，因为有新西兰在呢。他是没钱，但人均 GDP 高达4.7万美元的新西兰可是位大金主，光每年援助给托克劳的资金就多达600万美元，有时候多的话甚至能有个上千万美元。不然的话，就凭托克劳这个纠结摆烂国，人均凭啥破千？还不是有新西兰在背后输血？那好端端的新西兰干嘛要援助这么多钱给托克劳这个小国呢？不是他想给，而是不得不给。托克劳说是国家，其实就是新西兰的一个自治领。当初被英国发现，还成了英国底下的一个保护地。不过没多久呢，托克劳就被转送给了新西兰，这让新西兰很开心呢。他为什么会接手托克劳呢？还不是因为看上了托克劳丰富的渔业资源，想着拿到手后就靠这个打捞一笔呢。可谁能想到，托克劳人简直懒出了天际。什么捕鱼？笑死，他们根本就不会。新西兰别说赚钱了，每年还得搭一大笔钱给托克劳。觉得不对劲，新西兰呢就想让托克劳独立。哥呀，你都在我这待了快80年了，该走了。但托克劳呢就不走，哪怕后来把联合国都请来了，组织了场独立的公投，公投依旧失败。事实上，不管是新西兰还是联合国，很明显的低估了托克劳想要不劳而获的决心。托克劳表示，这辈子就赖上新西兰不走了，主打的就是一生陪伴，差点没给新西兰整破防。为了能继续不劳而获，托克劳赖在新西兰身上是怎么撵都撵不走啊，搞得新西兰很绝望。但没办法，人家就是不走，能咋办？就只能尊重呗。不过新西兰人也不想当那个冤大头，钱他是打算少给，或者干脆不给。既然这样，那让托克劳富起来，那不就不用给钱了吗？为了让托克劳能够发展起来，新西兰简直操碎了心呢。毕竟是个小岛国，岛上也没啥淡水资源，所以新西兰斥巨资给托克劳准备了30多套海水淡化系统。说真的，要是没有新西兰，托克劳人第一时间就会渴死。除此之外，还准备了几套发电机。为了让托克劳能自力更生，新西兰又买了几艘捕鱼船。但是他没想到啊，能懒到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怎么可能去捕鱼吗？结果也很明显啊，买的那些船放在海上都生锈长毛了，托克劳人都不带动一下的。另外，新西兰还花了1600多万美元在岛上修了个酒店，打算帮托克劳发展一下旅游业。然而压根就没有一个托克劳人会想着要工作，更不会说去管理经营酒店。每年只有1.5万游客，而且大多数呢还都是新西兰人。他们对游客的态度就是爱来不来，反正来不来也不耽误他每年向新西兰要钱。虽然很懒，但托克劳人并不傻，每次说要独立，但没一次能成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他们之所以有现在这么潇洒的日子，全多亏了新西兰。一旦自己独立了，那之后的生活估计穷到没话说。没办法，既然不能苦了自己，那就只能苦一苦别人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点亮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